医生建议，过了70的老人，宁可牙齿缺失，也别在这4种状态去镶牙。将军，随着一颗棋子的落下，张大爷顿时心情大好，又赢了对面的老李头一局。张大爷和李大爷原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两家住的也不远，退休后2人经常约着一起下象棋。张大爷的棋技高超，每次玩3局至少赢2局，李大爷为此心中一直很是郁闷。看着老伙计张着没几颗牙的大嘴笑哈哈，李大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瞅你那几颗牙，下象棋赢了我算什么？天天啥也吃不了，那才叫受罪呢。听了李大爷的话，张大爷抬头看到老李头满口整齐的假牙，顿时好心情没了一半。回家后，张大爷思来想去，也打算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然后给自己安上一口整齐的假牙，不仅美观，还能吃东西更方便。谁曾想，医生看完以后，表示年过70的张大爷暂时不适宜镶牙，而且医生还专门为张大爷科普了一番，尤其是超过70岁的老年人，处于以下4种状态下，宁愿牙齿缺失，也不建议去镶牙。4种情况下不建议镶牙。留心观察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大多数的老年人普遍喜欢吃细软的食物，一是因为他们的肠胃道功能减退，消化能力变差，所以优先选择更好消化的食物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牙齿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老年人基本会出现牙齿松动、脱落等情况。当牙齿出现松动，亦或者是缺失时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进食。一些质地较硬的食物，缺少牙齿的切割、研磨，很难被咬下来，即使直接吞咽，也增加了身体的消化难度。不要说老年人，就连身强体壮的年轻人，亦或者是小孩，都可能出现牙齿问题。那么，当牙齿脱落后，就需要镶牙或者种牙了。细说起来，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。牙龈上遍布神经，牙齿和我们的进食又息息相关，尤其是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在4种状态下，真不建议去镶牙。患有较严重的全身性疾病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的年纪一旦到了60岁以后，身体素质就会慢慢变差。有些不经常运动的人，也许从50岁开始，身体健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。其实，老年人之所以身体素质下降，主要原因就是身体各项机能下降所致。老年人的新陈代谢变慢，无论是消化、吸收、呼吸还是神经系统，都慢慢出现功能性减退。这也就导致了上了年纪以后，大多数的老年人容易出现很多基础性疾病，像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类疾病等。此类疾病多属于目前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，只能好好控制，维持稳定。镶牙属于一种较为复杂的口腔修复手术。超过70岁的老年人本来自身健康素质就比较脆弱，再加上患有一些全身性疾病，在病情不算稳定的时候镶牙，很容易出现病情加重的风险。例如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，本身血压水平就不稳定，这时候再带他去做镶牙，牙齿拔出或者安装的时候，难免会出现老人心理紧张，进而诱发血压升高的情况出现。为了降低可能出现的这些风险，不建议患有全身性疾病的老年人，尤其是在病情不够稳定的状态去镶牙。自身牙槽骨条件不适宜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，镶牙对于患者的牙槽骨状态是有一定要求的。当患者的牙槽骨出现严重磨损乃至骨折时，都不是适合镶牙的最佳状态。为了生存，我们每天都需要进食，这就意味着每天我们的牙齿都需要被使用。当牙齿脱落后，如果不及时安假牙，那么研磨食物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牙槽骨的身上。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他们的牙齿脱落后，牙槽骨经历多年的磨损，可能就会出现被磨平的情况。一旦缺少必要的支撑，就会导致无法安装假牙，或者出现安装后不稳定的情况出现。在安装假牙之前，首先需要对自身的牙槽骨状态进行检查。如果牙槽骨已经没有了，先要对颌骨进行修复和改建，待其状态恢复好以后，再考虑镶牙。患有严重的口腔类疾病。有些牙齿不好的患者发现，明明自己的牙齿看起来没有坏，但是牙齿就是自行脱落掉了。其实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牙周炎惹下的祸。牙周炎顾名思义就是牙周出现了炎症，
通常牙周炎在前期没有什么显著表现，后期可能会出现牙龈红肿、疼痛等症状。有些患者甚至一直不知道自己患有牙周炎，直到打算镶牙时才被牙医发现。牙周炎属于口腔内有较多致病菌存在才导致的牙周发炎。患有牙周炎的患者理论上是可以镶牙的，前提条件是患者尚保留着适合镶牙的天然牙，以及牙周基础稳固。一旦患者正在处于牙龈红肿、疼痛状态，都不适合立即镶牙，需要先对其进行治疗，等患者的牙周基础治疗完毕后，达到符合镶牙的条件下，才可以镶牙。4. 精神状态不佳，不配合。还有一种情况下的老年人不适宜安装假牙，即老人患有精神类疾病，或者因为疾病所致的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不适宜安装假牙。有些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，在病情的影响下，可能会出现记忆力混乱、神志不清等情况。这种状态下的老人极有可能会存在误吞假牙的风险，所以不适宜镶牙。亦或者本身就患有精神、智力障碍的人群，他们因为本身思维混乱，也可能会误吞假牙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不建议他们在此状态下安装假牙。2. 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镶牙材质？牙齿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骨骼组织结构，它不仅承担吃饭的重任，我们日常说话发音以及支撑面部容貌都不开它的存在。牙齿出现脱落、缺失面临镶牙时，如何选择适合的镶牙材料就显得尤为重要。1. 位置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牙齿缺失的位置来对镶牙材质进行甄别。例如前牙更多的会暴露在人前，在使用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虑美观性，所以多以选择瓷牙或者树脂牙居多。如果是后方牙齿出现缺失，后牙主要担任研磨食物的重任，更注重牙齿的坚硬程度和耐磨程度，所以多以金属牙以及烤瓷牙为主。这些就是基于牙齿缺失位置角度出发，来确定牙齿材料的选择。2. 患者的口腔状况。患者在镶牙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先由牙医对其口腔健康以及牙周基础情况进行检查。如果患者存在口腔疾病，例如牙周炎时，就需要先进行治疗，然后再进行镶牙。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牙槽骨被磨平或者前后牙松动的情况，这种状态下也不建议立即镶牙。纵使能够成功镶牙，在后期也会极大可能出现牙齿不稳甚至脱离的可能。患者口腔健康状况良好时，基本上镶牙材料都可以选择。如果患者口腔状况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时，尽量选择稳固性、耐用性能更好一些的材质。3. 患者的经济情况。镶牙也算是一项小的口腔手术，不管是牙齿的安装还是材料费，都免不了需要涉及经济问题。不同的材质的义牙价格不同，患者在选择的时候，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进行考虑。3. 如何保护牙齿健康？我们已经了解了牙齿的重要性，所以对于牙齿的保护上也要多加上心些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保护牙齿的小妙招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哦。1. 注意口腔清洁。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注意卫生，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。早晚刷牙不仅能够保证牙齿的健康，对于保持口腔整体健康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说到刷牙的问题，那么你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刷牙吗？首先，刷牙不能草草了事，需要认真刷牙3分钟。避免粗暴的上下刷牙，可以采用巴氏刷牙法进行，尽量做到清洁牙齿的每一面。除此之外，每次进食以后，口腔以及牙齿缝隙间难免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，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也会对口腔以及牙齿健康造成影响。可以选择及时漱口，以及用牙线进行清洁。2. 注意饮食结构。清淡均衡的饮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，也是为牙齿健康打底。经常食用太过坚硬的食物，或者经常喝碳酸饮料等，都会对牙齿健康造成影响。为了牙齿的健康，平时可以减少对油腻、高糖、质地坚硬等食物以及碳酸饮料的摄入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切忌长期使用一侧牙齿咀嚼，需要双侧交替使用。3. 定期检查。我们都知道要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，往往牙齿和口腔健康最容易被忽视。
以后可以每年对口腔进行一次检查，尽早对牙齿健康进行了解和预防。一旦发现牙齿出现问题，可以尽早进行处理和解决，避免延误病情的发展，最终导致牙齿的脱落。对于幼儿牙齿健康，可以早点进行窝沟封闭处理，降低龋齿的发病率。总结，老年人镶牙早已成为很普遍的一种现象，但是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适合镶牙。以下4种情况下就不建议立即镶牙，即患有全身性疾病、牙槽骨状态不佳、老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患有口腔疾病。为了好好保护我们的牙齿，一定不能忽视刷牙的重要性。好好刷牙，定期体检，祝我们都可以拥有一口健康坚固的好牙齿吧。